瑞奇与安妮的频道，大家好！哇，今天呢，我刚好起来的时候呢，把 Made by Google 2025年发表会看完了。说真的，非常的兴奋哦。那我等一下这部影片呢，会讲两个部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发表会提到的东西的内容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台湾，如果你想要购买 Pixel 的话呢，我们在官网上面看到什么样的优惠。那如果你不想错过下面的内容的话呢，记得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。Let's go！发表会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呢非常流畅哦，因为他请到了一位我很喜欢的主持人，就是 Jimmy Fallon， 他是美国脱口秀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哦。发表会的过程的话呢，少了更多的紧张，非常的流畅，整个的气氛跟 vibe 是非常好的。这一次的所有的发表会里面啊，又请到了很多很棒的，像 NBA 球星啊。F1 的赛车的明星啊，然后中间呢做了很多的一些串场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喜欢。我来提一下里面啊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特点哦。第一个 ，Google 的 Pixel 10的所有系列呢，正式的支援磁吸的部分哦。那 Pixel 叫做 Pixel Snap，Pixel Snap 呢，基本上啊，就跟 Apple 的 MagSafe 呢是完全相容的，所以基本上你所有的 MagSafe 的配件都可以在 Pixel 上面呢可以直接使用。Google 也有出他们的 Pixel Snap 的配件哦。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呀，因为其实现在 Apple 生态系已经有非常多的选择了，你不一定要买 Pixel 的，如果要更多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满坑满谷的配件都可以买，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给大家大加分，因为磁吸的配件呢真的非常好用哦。我自己本身呢也就有用磁吸的配件，我觉得超赞的。这一次终于内建在所有的手机上面，所以所有手机都可以做使用。那我接下来要提到的重点啊，我觉得整场 demo 呢最令人惊艳的部分哦 ，Gemini 它怎么样应用在生活的上面哦，像你直接用相机啊去看所有附近的东西，你可以直接用自然的方式跟它做对话。那我觉得里面呢，我看到最酷的东西呢，就是你可以直接跟 Gemini 说你的相片要怎么去修改，比如说你希望它的颜色看起来更立体一点，它的相片角度应该要怎么样去调，人的部分要怎么去做。跟以往我们在了解相机在修改这些什么曝光、调色、色温这些东西很专业的术语啊，完全不一样。你现在可以透过就是比较对话式的感受，就会有一个 AI 的助理，就是 Gemini 呢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。第三个，我觉得它的 demo 里面我看到超酷的东西呢，通话中直接帮你翻译，那个真的是超酷的。你知道 Jimmy Fallon 直接在纽约的现场打给在墨西哥的朋友啊，讲西班牙语的，两边做对话。然后呢，他这样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对方如果是拿 Pixel 的手机的话呢，会直接听到从英语转成西班牙文的。我听到的时候，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惊艳哦。那不知道说接下来这个就是即时翻译的功能啊，它是有支援多少个语系哦？这个功能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实用的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很酷，就是你现在的拍照呢，它也会有所谓的 coach 的教练呢，跟你讲说你的拍照可以怎么调整，去帮你做搜寻哦，然后给你很多不同的即时的建议，根据你现在要拍的物体，给你一步的教你怎么样呢去把照片拍好。自己的另一半呢，他可能拍照技术没有这么好，也许你就可以让 Google 呢去帮你做一下训练哦。很多这些生活上的一些应用呢 ，Google 呢它加了一个小的语言模型，我记得没有错，叫做 Gemini AI Nano， 加到手机里面去，代表说 Tensor 这个客制化界面，它最主要的为什么要切一大块的效能，就是做 AI 处理的运算啊，就在做这个常用跟实用的部分，不用透过云端这些复杂的运算的，像刚刚讲到即时翻译的通话啦，相片编辑的这一块啊，透过 AI 的本地块去帮你去做处理，里面有一个功能，我觉得非常的棒，就叫做 Magic Q。我不知道之后台湾会怎么这样翻译哦。别人问你说晚上要吃什么，它可以找到，就是说你的行事历里面有没有常去的一些餐厅，或是你已经有定位的一些部分，大家可以放心，这些东西的资料它不会回传到 Google 的伺服器，透过 Gemini AI Nano 的这个模型呢，去帮你运算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资料的时候，给你的建议。这是不是很棒呢？这就是隔壁棚大家一直想听到的 Apple Intelligence 应该要做到的东西，不是吗？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3只手机上的一些基本上的差异啊。那我这边挑的话是 10 Pro Fold， 然后还有10 Pro XL 跟 10去做一个比较，电池跟充电的部分，10 Pro XL 是里面电池量最大的，支援充电的部分也只有在10 Pro XL 它有支援到45瓦的充电器，无线充电呢会到25瓦。其他的款式都是在15瓦跟30瓦的充电器哦。如果大家希望那个充电的效率能够更好的话，目前的选择应该是10 Pro XL。这次的话呢，台湾啊，它在储存空间呢也有上到1TB 咯。这个我觉
得它里面好像有些猫腻哦。你看到这个 UFS 的部分嘛？UFS 呢代表是速度更快，应该是 USB 4.0传输速度，只有在 1TB 的部分有搭载哦。不过是因为这上面写的数字是这样写，可能要详细看一下它的注记才知道。主要的处理器还是写到 Tensor G5 跟 Titan M2 的辅助处理器，大家都知道说应该是台积电的 CPU 哦。不过整场发表会都没有讲晶片，就是这一次真的把硬体的规格的部分能够淡化的越多越好。主要在发表的部分都是在讲它的功能性比较多。10 Pro 或10 Pro XL 才会是用最高阶的相机的组合哦，包含像是光学变焦，还有像在发表会里面看到100倍的 zoom in 啊，这都是在10 Pro XL 的相机里面才会有。影片强化器的辅助啊，目前看起来支援的10 Pro 或10 Pro XL， 就特别是针对 8K 的录影，它一定是拍完之后用后置的云端运算方式之后帮你 upscaling 自拍的镜头的部分的话呢，也是在 Pro 跟 Pro XL 的话呢，才会有最广的还有自动对焦的这个镜头。整场发表会贯穿最大的亮点就是 Google AI 的部分哦，就是有加这个 Gemini Nano 的这个模型在手机里面，所以基本上手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的运算呢是完全本体里面运算的，比如说像是花圈搜寻啦、即时翻译啦，或是刚刚提到一些通话的东西内容呢，都是在手机里面直接做翻译的，它并不会上传到云端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这个相机功能的这些模式的话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拿到手机之后，一个去试过，有些东西可能是2个萤幕才可以用到，像什么双萤幕预览啊、后置自拍，这就是 Fold 才会独有的内容哦。大家如果买到手机的话呢，其实不用担心，打开它的 Pixel Tips， 那 Pixel Tips 里面就会教你这些可以怎么做使用。媒体允许里面的话，它有增加了那个空间音讯的功能哦。我不知道说接下来未来说连录的会不会有空间音讯的功能 ，Pixel Watch 的部分哦。这次的萤幕啊，可显示的面积比以前大了10%，但这个到底大多少不知道，可能要等到拿到之后才知道。就是它的萤幕亮度呢最高到3000尼特，也是比以前更亮啊。那它的晶是 Snapdragon W5 的第2代哦，然后还有加了一个 M55的显统处理器，但我不知道这第2代跟第1代的差别在哪里，感觉上起来只是一些制程上的小进步，它并不是一个翻新的代数。它的续航电力的话呢，如果说是45 mAh 的话呢，可以到40个小时。在健身追踪的部分的话呢，跟 Pixel Watch 4有的，可能未来更新也会到 Pixel Watch 3身上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的哦。GPS 部分是用双 GPS 的定位呢更加的精准。那我觉得它在这次发表会特别提到的部分，就是说你的手腕可以这样举起来，可以直接就呼叫起你的 Gemini， 通过 Gemini 的方式呢去做一个语音的搜寻啊。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就是手这样举起来，问他说晚上7点钟的时候我要跟谁碰面吃饭，他就会去透过 Gemini AI Nano 去搜寻一下你手机里面的显示力。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个生态系的整合啊，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Gemini 的部分，去贯穿所有的东西的内容。Pixel Watch 4它的充电的接点变成是侧面的，躺在上面就像一个时钟一样，就是这样充电摆在桌面上。到时候我买到了之后呢，在使用上面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这个 Pixel Watch 4它用起来的感觉觉得如何，或是它的表带上面的材质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不一样。它这次发表了基本的耳机的款式，但是因为现在台湾啊，在 Google 商店里面呢，它的 Pro 降价了，所以你看这个4868跟4490啊，我讲真的，如果你现在也想要买 Pixel 8只耳机的话呢，就不要买 Pixel 82A 了，就直接买 Pixel 8 Pro 就好了，因为这价差没差多少钱啊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定是买 Pro。第一个它颜色比较多，第二个它的支援的功能也比较多，像这个环境调节音讯啊、高音量的那个噪音保护啊，这都是 Pixel 8 Pro 才会有的功能。Pixel 82A 的话，它就是比较基本嘛，我觉得差不多500块。如果你有这个预算想要买这个无线耳机的话呢，就直接买 Pixel 8 Pro 2就好了。看它的聆听时间，其实两个还是有差异的。Pixel 8 Pro 2呢，还有支援那充电壳的无线充电 ，Pixel 82A 的话呢是没有的。其实里面的那个晶片呢都是同一个，都是用 Tensor A1 的这个晶片哦。话清晰的部分呢，它就讲到什么后速成型麦克风啊、语言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。但是还是要说，其实 Pixel 8 Pro 2呢，如果你真的是很讲究通话的话，它绝对不会是你在市面上无线蓝牙耳机里面的第一梯队哦。因为我自己有 Sony 的耳机，所以我知道 Sony 的才是目前通话的第一梯队。Sony 耳机真的做得比较好，因为我有头戴的。那我看到很多的评测的话 ，WF1000 XM5 的话呢，它的效果也都非常非常好。不过 Pixel 有好处啦，因为它基本上每个月或是隔一阵子之后，它的韧体更新其实是蛮多蛮快的哦。所以刚刚才看到有一些功能，它可以用后面的软体的方式在做推出。这一次这些产品呢发表还有什么样的优惠跟内容 ？Pixel 10 Pro 它目前呢预计它到货时间会在8月28到8月29，就是买 Pixel 10或 Pixel 10 Pro 或 Pixel 10 Pro XL 或甚至 Pixel 10 Fold 这些所有的产品的话呢，只要选一只手机，它就会付3450的这个金额呢。但是如果你放了很多只手机在里面的话，它也是会减这么一次哦。10 Pro XL 的话呢，它是可以再获得6200的商店点数，当你购买之后可以下次使用。比如说你买了10 Pro XL 之后呢，你可以之后等11月份 Pixel Watch 4上市的时候呢，
再把它减价6200。同一时间，如果你有购买保护壳的话呢，它会减350块钱哦。只有在 Pixel 10 Pro 跟 Pro XL。还有 Pixel 10 Fold 这3只手机的话呢，会送你 Google 的 AI Pro 订阅1年的部分哦，那个价值的话是7800块哦。如果说呢你订的是这个 Pixel 10的话呢，它是购买完之后再获得 Google 商店的点数的4800块钱，它赠送是6个月2TB 的一般的云端硬体。就是买 AI Pro 的1年的订阅的话呢，它也是有包含2TB 的云端储存空间哦。所以我自己的话是锁定在 Pro 的这个手机啊，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划算哦。Pixel Buds 2A 的话呢，它预计到货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3，也就是说它10月份的时候才会真的到。Pixel Buds Pro 2，如果说你想要换成这次特别的这个月岩灰，就是 Moonstone 的颜色的话呢，它也是下周的部分就到。那这次在商店上购买的时候，它可以直接就折价2622，所以它的价格其实非常接近 Pixel Buds 2A。以现阶段你就要预购来说的话呢，我是强烈的比较推荐你，如果你想要有这个生态系的完整的话呢，就买 Pixel Buds Pro 2就好了。如果说你买的是 Pixel 10 Pro Fold 的话呢，到货的时间呢会在10月的这个时间，就是跟 Pixel Buds 2A 的部分是同样的。你购买的时候呢，它有赠送1年的 Gemini AI Pro 的订阅之外呢，还会赠送你9800块的点数哦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非常兴奋，已经忍不住要去预购？那我很好奇呢，如果是你对哪个产品呢比较有兴趣，请在留言处的地方下方留言呢，告诉我你想要购买什么产品哦。我对大家想要购买的东西跟原因呢非常好奇。那我是瑞奇，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大家拜拜。就是 Apple 的这个生态系列发展这么好的情况下面啊，早就该支援了。现在出现这个 Pixel Snap 的这些系列的产品呢，我老实说，其实我觉得是 Google 上的设计，但是真的没有非常的吸引我，因为我觉得在外面的配件包山包海，反正只要有支援 MagSafe 的，你买就对了，全部都可以去做通用就对了。从头到尾，我觉得最惊艳的就是 Gemini 的展示。真的超厉害，它真是完全做到隔壁 Apple iPhone 本来想要去做的事情。如果人家那个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，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 Google Intelligence 真的是出的非常好，有料。